你听说过豹桑？它们的叫声听上去非常恐怖，因此在很多地方，猫头鹰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不祥的动物。那么猫头鹰究竟有多可怕？它真的可以预示人类的死亡吗？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世界上最可怕的10种猫头鹰。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苍枭。这是一种长相非常恐怖的猫头鹰，它长有一个白色的脸部，看上去非常诡异。由于其脸部呈心形，看上去与猴脸有些接近，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之为猴面鹰。与大多数的猫头鹰一样，苍枭也是白天睡觉，到了夜晚才会出门觅食。这个家伙不但外形恐怖，它的出没范围也让人不寒而栗。据观察发现，苍枭通常喜欢出没在一些破旧老宅以及一些坟地或者废墟中。总之，越是阴森恐怖的地方，它们越喜欢去。一只成年苍枭的体长可达39厘米，翼展最长可达95厘米。它的翅膀下方与肚子上的羽毛为白色，并且在飞行的时候非常安静，所以每当苍枭飞过头顶时，抬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白色的幽灵一闪而过一样，非常恐怖。另外就是这种猫头鹰的叫声也非常凄厉，听上去就像是人在受酷刑时发出的惨叫声一样。出于人们对面向诡异生物的恐惧心理，所以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人们都将这种猫头鹰看作是一种不祥的鸟类。第9个，澳大利亚蒙面枭。澳大利亚蒙面枭也叫大草枭或者澳大利亚面具猫头鹰。这种猫头鹰的脸部与苍枭一样，看上去就像是戴着一个白色的人脸面具一样，非常恐怖。它主要都活动在澳大利亚的非沙漠地区，通常都栖息在一些潮湿的森林里。它的外表看上去虽然与刚才的苍枭很接近，但体型却要比苍枭大很多。一只成年澳大利亚蒙面枭的体长可达57厘米，翼展最长可达1.2米以上。它的爪子强壮有力，性情也异常凶猛。在野外，它主要靠捕食各种啮齿类动物为食。在捕猎时，它可以利用锋利的爪子直接将猎物的皮肉刺穿，给猎物致命一击，非常凶猛。第8个，横斑林枭。这是一种生活在北美地区的大型猫头鹰，它的体长可达46厘米，翼展最长可达1米以上。横斑林枭也叫斑纹猫头鹰，它的身上长有白色的横斑，整体看上去外形比较吓人。它是北美地区最常见的大型猫头鹰之一，在全世界的数量可能高达300万只。与其他的猫头鹰一样，横斑林枭也是在夜间活动，它们通常都栖息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一般都隐藏在阴森茂密的树林中。虽然从视频里看上去它可能并没有多恐怖，但当你在野外真的碰到它时，就知道这个家伙有多可怕了。横斑林枭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捕食者，并且它的领地意识很强。当有其他鸟类或者动物进入到它的领地之后，它就会想尽办法将其赶走，或者直接将其猎杀。与其生活在同一片区域内的动物，一般听到横斑林枭的叫声之后，就会自觉离开它的领地。在野外，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包括水里游的，只要是横斑林枭有能力猎杀的动物，它几乎都会捕食。另外就是这种猫头鹰不仅对其他动物比较残忍，对待自己的同类也非常无情。据观察发现，一些成年的横斑林枭之间存在着同类相食的现象，饿极了可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会吃，那就会相当凶残。再有就是这种猫头鹰的寿命还很长，如果在圈养的条件下，它的寿命最长可达34年，这在鸟类中已经算很长了。第7个，乌林枭。它是世界上体长最长的猫头鹰，主要都生活在北半球。这种猫头鹰长有一个大圆头，面部的皮毛为灰色，因此它也被称为大灰枭。这个大家伙的体长可达84厘米，翼展超过了1.5米。可能是由于体型太大的原因，乌林枭通常不喜欢自己筑巢，它一般都会抢占或者寻找一些其他大型鸟类的旧巢穴藏身，有时候也会在一些古老的大树空洞里休息。总之就是它们从不自己给自己盖房子，哪里能住就住到哪里。乌林枭具有非常出色的听力，它们仅凭耳朵听就可以锁定猎物的位置，并将其捕获。在野外，它主要以各种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主要食物来源就是各种鼠类。在它的活动范围内，乌林枭几乎没有天敌。这种体型庞大的猛禽主要都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北部和北美地区，在我们国家仅分布于大兴安岭，非常罕见。第6个，猛鹰枭。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强大的猫头鹰，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猛鹰枭的性情非常凶猛且暴力。这种猫头鹰原产于澳大利亚，它是澳洲大陆上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也是其活动范围内的顶级捕食者。细心观察不难看出，猛鹰枭的头部与很多大型猛禽非常相似，它是猫头鹰里最像鹰的一种猛禽。这种猫头鹰的体长可达60厘米，翼展可达1.4米，体重约为4斤左右。在野外，它主要靠捕杀各种树栖的哺乳动物以及鸟类为食。与其他猫头鹰一样，猛鹰枭白天通常在树上休息，到了夜晚才会出门捕猎。它的捕猎手段非常高超，当有猎物靠近它时，猛鹰枭可以准确地锁定猎物的位置，然后快速俯冲向猎物，利用锋利的爪子将猎物死死地抓住。等到猎物彻底丧失反抗能力的时候，才会将猎物带回巢穴，慢慢地吃掉，非常凶猛。
第5个，雪鸮。这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白色的猫头鹰，它主要都生活在北极地区。雪鸮是一种大型猛禽，它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鸟类捕食者，它的体长最长可达70厘米，翼展最长可达1.8米以上。在野外，它可以捕杀超过200多种小型哺乳动物，无论是北极兔还是体型较大的北极狐，都在雪鸮的食谱之内。由于长时间生活在气温寒冷的北极地区，所以它们需要大量的食物去保持自身的热量。到了冬季，每只雪鸮但是一天就需要吃掉7到12只旅鼠，一年下来，一只雪鸮就能够杀死并吃掉大约1600只旅鼠。它们的捕猎手段也非常高超，雪鸮的视觉、嗅觉以及听觉都极为灵敏，它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将猎物锁定，然后利用最短的时间将猎物捕获。在抓到猎物时，像一些体型较小的猎物，雪鸮会直接将其整个吞下；一些大一点的猎物将会被雪鸮撕扯成小块，一口一口的吃掉。另外就是雪鸮与大多数的猫头鹰不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猫头鹰都是在白天睡觉，晚上出门觅食，而雪鸮则恰恰相反，它是白天活动，到了晚上休息。再有就是除了北极，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河北以及新疆地区，有时候也会出现雪鸮的身影，只不过数量稀少，极其罕见。第4个，乳黄雕鸮。它是非洲大陆现存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乳黄雕鸮也被称为巨型雕鸮。这种猫头鹰主要都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通常都生活在一些干燥的稀树草原上。它虽然被称之为巨型雕鸮，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猫头鹰，只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猫头鹰。乳黄雕鸮的翼展可达1.4米，体长约为65厘米左右，体重也就在6斤左右。在非洲大陆，它是鸟类的顶级捕食者，几乎没有天敌。它的猎物也多种多样，像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其他鸟类，以及灵长类动物，甚至各种毒蛇和蜥蜴都是乳黄雕鸮的猎杀对象。再有就是乳黄雕鸮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拥有粉红色眼皮的猫头鹰，它的眼皮通常为粉色，看上去就像是化了妆一样，非常迷人。第3个，毛腿鱼鸮。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头鹰其实就生活在我们国家，它就是毛腿鱼鸮。毛腿鱼鸮是一种主要以鱼类为主食的大型猫头鹰，它主要都分布在我们国家的大兴安岭以及小兴安岭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种猫头鹰的体长可达77厘米，体重最重接近10斤，它的双翅展开的长度最长可以达到2米。这个大家伙一般都喜欢活动在深山老林的河流附近，因为它主要靠鱼类为食，所以不能距离河流太远。它之所以叫毛腿鱼鸮，主要就是它的腿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羽毛，这些羽毛可以帮助它们在冬季也可以伸到水中捕鱼。它是我们国家的2级重点保护动物，全世界的数量不到1000只，非常稀缺。第2个，美洲雕鸮。美洲雕鸮也叫大雕鸮，由于其性情凶猛，战斗力强悍，在空中就犹如老虎一样凶猛，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之为虎鸮。这是一种大型猛禽，原产于美洲，是美洲分布最广的一种猫头鹰。它的体长可达68厘米，翼展可达1.5米，体重约为5斤左右。美洲雕鸮的适应性极强，它生活在各种海拔高度上，无论是热带雨林还是高原荒漠，都是它们的活动范围。它长有一个非常粗壮的爪子，可以猎杀比自身体重大2到3倍的猎物，但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嗅觉。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猫头鹰的嗅觉都是非常灵敏的，它们不仅可以靠着嗅觉寻找猎物，甚至能够依靠嗅觉找到即将要死亡的猎物。这也正是民间那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的原因，人们将其称之为报丧鸟，其实并不为过。而且猫头鹰落到家中几天之后便会死人的说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些病入膏肓的人身体会向外散发一种特殊的气味，而这种气味其实就是身体即将腐败的味道，我们一般人是根本察觉不到的。但是猫头鹰依靠灵敏的嗅觉，就可以轻易地锁定气味来源，然后被吸引过去。猫头鹰之所以会这样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腐肉，因为在野外，猫头鹰也有吃腐肉的习惯。当它在寻找腐肉的时候，如果正好遇到一些病入膏肓的人即将离世，那么就会被味道吸引过去。所以猫头鹰进宅并不能直接导致人类死亡，它实际上是被气味吸引过去的。这一点也正是为什么有些猫头鹰喜欢出没在一些坟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很久之前，有些人去世之后身体并不会火化，过段时间身体腐败的气味也会吸引猫头鹰光顾。所以猫头鹰并不是什么可怕的鸟类，它反而还是一种对人类非常有益的动物。你知道吗？猫头鹰是世界上捕鼠能力最强的鸟类，一只猫头鹰每年可以吃掉大约1000多只老鼠，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为人类保护了数吨的粮食，功劳非常的大。第1个，欧亚雕鸮。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凶猛的猫头鹰，也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
欧亚雕鸮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我们国家的东北以及西藏和云南等地均有分布。这种猫头鹰的体长可达75厘米，翼展最长可达2米，体重最重接近10斤。它们通常都活动在远离人类的偏僻之地，像一些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就是欧亚雕鸮最理想的栖息地。它长有一双非常强壮且锋利的大爪子，这双爪子就是欧亚雕鸮的捕猎利器，杀伤力非常强悍。在野外，它主要以各种鼠类为食，除了鼠类，它还是为数不多的一种可以猎杀有蹄类动物的猛禽。如果说世界上